3天前，有几家媒体接受了万代南梦宫的邀请，采访了 From Software 的社长宫崎英高。我本想看看还有没有更多媒体发布相关新闻，结果发现只有3家媒体出了这次访谈的视频和文字稿，并且全都是中文的。可见此次访谈应该是专门针对中文游戏圈做推广的。其他平台看到的稿件基本上都是转载这3家的了。3家媒体的稿件内容非常相似，又略有不同。因为实在找不到这次访谈的日文原文，只能暂时按照中文意思来理解，所以接受各位小伙伴的建议，我也来水一期视频，分析一下这次访谈带来了哪些新的内容，以及我的一些想法。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手残的挂的麦克叔。我找到的访谈稿件和视频也贴在了备注栏里，供各位查阅。首先是剧情相关的，根据之前的访谈，我们都知道艾尔登法环是在乔治 R.R. 马丁先生创作的神话基础上开发的。最初 FS 社觉得体量过于庞大，都塞在本体中有些困难，因此并非刻意将幽影之地的内容安排在 DLC， 而是原本就存在的部分。因此当媒体们问到 DLC 是否会解决本片中剧情方面的疑问，还是会带来更多值得讨论的新内容时，老贼给的答案并没有出乎意料，本体留下的一部分谜团会得到解答。至于会不会在此基础上带来更多的新坑，老贼没有正面回答，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挖新坑就不叫老贼了。不过同时根据宫崎英高的作风，故事部分肯定是希望由玩家自己来补完，玩家本身的游玩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因此不会通过 DLC 来调整本片的故事。当然如果有明显的 bug 一定会修复，但整体剧情方面是不会有改动的。提到剧情的 bug， 或许我们还真可以期待一下本片中一些难以解释的内容到底是否会有最终答案。比如在一级与黑刀刺客战斗的画面留下的到底应该是神皮的黑焰，还是应该如命定之使的黑红色火焰，这是否是一个 bug， 还是像我们之前推测的部分神皮与黑刀之间的关系。还比如大树根与大树的根到底是不是一个翻译问题等等，看看 DLC 的文本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说明。这些内容很有可能会改变原有剧情整体分析的走向。同时针对黄金树幽影宣传片中重要的视觉要素，断裂的黄金树背景中出现了类似帷幕的东西，具体含义是什么，以及宣传片最后伴随着米凯拉的抬手，这些帷幕为什么又消失了。宫崎英高的回答是，采用类似于帷幕一样的东西，主要是想让玩家可以感受到这一次的舞台幽影之地，它跟本传的交界地并非连接在一起，而是一个被分割完全隐匿起来的世界。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样一个视觉上的效果来呈现，才会在背景中设计帷幕。在这里老贼第一次提出了封印这个概念，而这一点游迷星空访谈的记录最为详细。至于幽影之地里那棵似乎要断裂的影树，主要是为了配合世界观的形象，毕竟幽暗地是一个幽影之地的地方，我们希望让影树等同于被封印的象征。在这样的概念意图下，我们希望呈现出在封印之下意志是被扭曲并走向崩坏的概念，因此我们想要透过树有点被折裂开来的形象去呈现。那么问题就来了，根据我们之前在贤者洞窟那期视频中的分析，帷幕既可以代表刻意隐藏，也可以代表封印，但问题是谁出于什么目的要封印这里，并将幽影之地与世隔绝？这其实可以与另一个问题一同提出来。正片中反复提到的蛇是背叛黄金树的存在，但蛇又是幽影之地的守护者梅瑟莫的主视觉效果，蛇真的背叛了黄金树吗？老贼还提到 DLC 中会有新的团体出现，在此基础上对本片的一些组织也会有进一步的补完，会有很多新的 NPC 登场。我们希望 DLC 独立于本片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如果 DLC 角色出现在了本片中，那玩家如果不小心杀死了他，不可避免的会对 DLC 的叙事也产生一定影响。不过没有直接接触的角色，比如米凯拉这样的角色还是会共存于2个世界中的。那么我们可以列举一下跟随剧情必定死掉的 NPC 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亚历山大、樊雷、百智之流。可杀但可以选择不杀的 NPC 包括涅菲利路、伯克、肯尼斯海德、葛多克，这些应该也不会在 DLC 中出现了。但是比较有争议的是拉尼，你不可以击杀他，那会不会出现在 DLC 里？马莲尼亚支线 BOSS 在魂游戏中一般认为是活着的，会不会出现在幽影之地呢？老乌龟默认情况下杀不死，会不会出现？拉雅和小红帽全流程都有金钟罩保护，杀不死，
会不会在 DLC 中出现呢？顺便提醒，梅丽娜在主线剧情里已骚，勿念。当然，我是认为以上这些 NPC 均不会再出现在 DLC 里了，他们的故事都结束了。但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外，在《黑暗之魂3》中，如果你在本片中杀了帕奇，拉普仍然会在环影城出现。对此可以解释为不死人的重生，又或是诅咒汇流之地的时间紊乱。不过这个设定是否也会出现在艾尔登法环中，我们拭目以待。而另一方面，除了米凯拉以外，本片中还有像葛德文、消色眼眸的女王等我们只闻其名而没有直接接触的角色，或许都有可能会登场。另外提到米凯拉，老贼明确地回应了访谈者关于米凯拉与托丽娜关系的问题。米凯拉和托丽娜的关系确实被很多玩家仔细考察过，两人看起来似乎是同一个人物，不过是否确实如此，现在还不想透露，可以将他们视为不同的存在。具体的还请到游戏中探索。托丽娜确实会出现在 DLC 中，而两人的关系在 DLC 中也会有详细描述。IGN 中国这篇访谈稿里提供了一些其他访谈没有的细节。其实结合废案，本片中托丽娜就是米凯拉的女性人格，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废案之所以是废案，不就是因为这些设定被放弃了吗？要么老贼江郎才尽，再讲一个拉达冈就是玛丽卡的故事，要么再来一个马尔基特就是蒙葛特。但根据 IGN 访谈里的文字，宫崎英高还是把他们设定为了不同的存在，似乎打破了我们之前所有的猜想，而这确实很重要。最后就是进入 DLC 要打拉塔恩，是出于剧情考虑，这个我们之前的视频分析到了，因为只有星星流转了，米凯拉的命运才能推进，这一点和拉尼一样。但是 DLC 是独立存在，因此本片中玩家的选择并不会影响到 DLC 的故事。至于结局，其实没有所谓的结束或终点， DLC 当然也不会像本体一样有很多结尾，但游玩的过程中玩家还是面临一些抉择。正片的选择与 DLC 无关，这点很好理解，否则选了颠火的玩家就没有 DLC 玩了。但无论是黑魂1还是黑魂3，又或者血缘诅咒，他们的 DLC 都有明确的结局和终点，所以这里提到的 DLC 其实没有所谓的结束或终点，到底会以何种方式来呈现，确实让人非常的好奇。针对 DLC 的制作，宫崎英高解释了为何他们花了2年时间来做这么一个体量明显超过了黑暗之魂和血缘等之前作品 DLC 的大型 DLC。 艾尔登法环强调的是大世界的探索和冒险，为了提供这样的体验，就不可避免的需要一个广阔庞大的场景，因此与其拆分成几个部分，不如干脆做个大的。如果分开发售，想必探索的自由度和冒险感都会有所折扣。关于这一点，在游民星空的访谈里有非常详细的解释，也因此我们在 DLC 中纳入了很多艾尔登法环本体原本就有的玩法和要素，例如探索过程中的一些新奇发现，由此产生的快感，挑战强敌时所带来的高成就感等等，亦或是在探索中有新的邂逅、新的发现等，都是在本体游戏中就有的体验。我们也希望玩家可以在 DLC 中感受到同样的体验，所以最后就成为了如此一个庞大资料片的样子。但毕竟已经过去了2年，许多玩家的等级和装备都已经完全成型了，请问 DLC 中的数值设计该怎样在新老玩家间进行平衡呢？宫崎英高对此的回答是，除了 DLC 入门难度对标本片后期战斗以外，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女武神起步吧，还加入了一些新的等级要素。这个在之前的访谈中提到过，估计会比较像只狼中或者 BOSS 的追忆来提高攻击力之类的设定，并且这个升级要素只在幽影之地生效，玩家也可以选择不升级，挑战更高的难度。如果再来一个敲钟，那就齐活了。另外 DLC 本身有多周目设定，但与本体类似，在本体2周目时进入 DLC 就相当于是 DLC 的2周目难度水平了。当然也会有很多隐藏要素，或许1周目没发现的内容，在2周目中又有新的体验，这个就有些黑暗之魂2的影子了。而黑魂2的多周目也是目前所有魂游戏中最好的。但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已经8周目的硬核玩家，按照以前的惯例， DLC 本身的难度一般也是+2或+3起步，所以如果不想一进游戏就10周目起步，可以考虑再开一个存档。大部分像我一样的手残玩家建议找找自己手上的1周目存档，只要打过拉塔恩和蒙格即可，这样可能游戏体验更好，机不机智。关于这一点，宫崎英高也推荐在本片内容
玩到后半段之后开始体验 DLC， 接着再回到本片打通游戏。因为如果先通关本片就直接进入二周目了，没法直接衔接到 DLC。宫崎英高还在访谈中再次提到了 DLC 加入了很多新武器、新战绩以及新法术，仅从武器类型来讲就追加了8种新品类，即便已经精通本体内容的玩家也一定能获得全新的游戏体验，开发出新的战术。这些新要素当然不会限制在 DLC 中，也可以带去游戏本片。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试着用新武器挑战原有的 BOSS， 也就是说你可以拿着熔炉之翼和熔炉骑士对着飞了，看谁飞得更高。但关于 DLC 的通关时间，老贼拒绝发表意见，之前被打脸打得太狠了，毕竟说啥都不如玩家自己去体验。而对于后续的安排，宫崎英高回答了一个所有玩家关心的问题，这次的 DLC 是游戏唯一的 DLC， 我们接下来并不会考虑为艾尔登法环追加其他的 DLC， 至于整个艾尔登法环系列是不是就此结束，倒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像黑暗之魂或者是其他的 IP 一样，我们并不希望让一个 IP 的未来就这么容易的被锁死，还是让它有一些可能性存在。所以这个 IP 将来也是存在发展的可能性的。只不过就艾尔登法环而言，黄金树幽影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DLC 了。我在这里并不能完全确认访谈稿的准确性，毕竟没有看到日文原文，因为只有游民星空的访谈稿提到了艾尔登法环 IP 与黑暗之魂 IP 的对比，其他2家都没有提到。但这一点无疑是想象空间最大的，毕竟黑魂系列可是有3部作品的，几乎都成为了经典。结合老贼一直在强调的，艾尔登法环的故事是基于乔治 R.R. 马丁先生构建的神话而创作，神话的体量很大，其实当时已经包含了黄金树幽影的基础概念。考虑到本体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我们才将这部分内容安排在了 DLC 中。那么这么庞大的神话设定，还有多少内容是这个 DLC 也无法包括的？甚至破碎战争前的几千年还有哪些故事，都是这个 IP 可以发挥的地方。只能说拭目以待吧，只要不是手游都可以接受。但宫崎英高在此时肯定不会给出更多的细节，还有他之前也说过不喜欢做续作，可能电影或者其他形式才是他这句话真正的含义。老贼还对现在火热的类魂游戏做了点评，我们其实没有定义过所谓的魂系这个类型，我自己经常玩这类游戏，当然是以玩家的身份在玩，能玩到这么多这一类型的游戏，我本人也非常开心，其中有不少值得称赞的内容，身为创作者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是个很好的契机。其实最早开发恶魔之魂的时候，我们也就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开发出一些符合用户期待的东西。我们和其他开发者们的共同探索，相互钻研，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带给玩家更好的游戏体验。有那么多的类魂游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契机。虽然魂游戏很好玩，但是要做好也不容易，希望能有更多的好游戏吧。最后，宫崎英高感谢了中文圈玩家对游戏的喜爱。我们在开发游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特意针对某个特定的文化圈或者是语言圈玩家的。我们开发游戏的出发点是面对喜好我们游戏体验的很核心的那群玩家。在这个前提之下，其实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游戏也能受到中文圈的玩家喜爱，我们是真的亲身感受到了，也非常感谢玩家们的支持。希望大家可以亲身体验新 DLC 的内容，并一起享受战斗的快感，全新的体验与乐趣。谢谢。在这里我必须得说一下，其实虽然 From Software 的游戏诞生于日本，但其实对于魂游戏研究最多也最深的只有英文玩家和中文玩家，日文体系下研究魂游戏的玩家并不多，并且基本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力，所以我倒不觉得老贼在这里说的是客气话。那么我们就在 DLC 再见吧，我是手残的光头麦克叔，点播关注不迷路。